索尼 Xperia One Mark IV、vivo X80 Pro 这两台手机都是近期新发布的影像旗舰，而且在影像上还有光学巨头蔡司的加持。那么他们两个到底谁行谁不行呢？这期节目我们就来对比一下。节目开头各位也可以投个票啊，你们觉得这两台手机哪台会更厉害一些呢？认为 Xperia One Mark IV 强的打1，觉得 X80 Pro 强的打2。又到了蔡司手机对比的节目了。虽然说这两台手机都不是蔡司出的啊，但是它们的后摄区域都有蔡司的 logo。索尼 Xperia One Mark IV 上面是蔡司 T 型镀膜的 logo，vivo X80 Pro 上面直接就是蔡司的 logo。那不管怎么样呢，他俩都在说啊，我有蔡司帮忙，我有蔡司助力，我的影像很牛，我的影像很厉害。那到底他俩谁更厉害呢？那今天我们就来对比一下这两台手机。虽然说我们大量时长都是在聊设备，但是我们还是一档摄影节目。每期我都会用手机去拍摄一些摄影作品啊，拍得不好主要是抛砖引玉，希望可以激起您对手机摄影的兴趣。前面的照片就是这两台手机所拍摄的，希望你也可以喜欢上手机摄影。欢迎收看 ZPH， 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哦，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两台手机，索尼 Xperia One Mark IV 和 vivo X80 Pro 在影像方面、在光学方面的表现怎么样？索尼 Xperia One Mark IV 这台手机后摄是3颗镜头，主摄、超广角，还有一颗光学变焦的长焦。这颗长焦镜头也是这台手机的卖点，因为确实在手机里边有一颗光学变焦的镜头，确实非常新鲜。vivo X80 Pro 这台手机后摄是4颗镜头，主摄、超广角，还有一颗2倍的中焦和5倍的长焦，这4颗镜头都是定焦镜头。哦，对了，这台 vivo X80 Pro 是骁龙版的。在拍摄界面中，索尼这台手机跟其他的手机不一样啊，从最近到最远，你不能靠拖动直接变过去，而是要切换到每一颗镜头，在当前镜头下进行画面的数码变焦缩放来进行拍摄啊，这点确实跟其他手机不一样。X80 Pro 的拍摄界面以及操作方式就跟大多数手机一样了，这点也就不用过多介绍了。拍摄界面中有4个焦段切换按钮，对应就是它的4颗光学镜头。说索尼的手机，不得不说它的拍摄体验。首先，它有一颗独立的快门按键。这颗实体按键可以让手机在熄屏的状态下瞬间进入拍摄状态，而且在拍摄界面中，索尼也给了用户很多的拍摄调节选项。点击拍摄界面中左上方的 Basic 按钮，就可以进入摄影大师模式了。这点上期节目中我们已经详细的介绍过了，它每一个模式都有哪些功能啊，怎么用啊，反正这些个性化设置确实可以提高您在摄影时候的参与感。想详细了解的朋友呢，可以去看上期节目。有摄影经验的朋友会知道，在摄影的过程中，器材的操作能力、人机沟通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啊。在这点上，索尼的手机做的是非常不错的啊，是凌驾于其他手机之上的。那么在这点上 ，vivo X80 Pro 是不可能战胜索尼 Xperia One Mark IV 的。那么操作方面，咱们已经有定论了。下面咱们开始聊画质。后面的内容中 ，Xperia One Mark IV 我们简称索尼 X80 Pro 简称 vivo。那画质部分，咱们从主摄开始说起。从硬件参数上看 ，vivo 这边是有优势的，感光器面积它的更大，原生像素也是它更高。从实拍样片上看，两台主摄拍摄的色彩风格差距真的是非常大啊！你们更喜欢哪边的色彩呢？我是更喜欢索尼一些。中心解析力方面，两边是十分接近的，依然还是颜色上的差距非常大啊。
我喜欢索尼这边的色彩，并不是因为所谓的真实，因为在摄影里边聊真实是一件很外行的事情。我喜欢它的色彩，就是单纯因为喜欢它的色彩。镜头的边角光学素质方面确实是 vivo 的更强一些。vivo 的这台主摄的光学素质确实很好啊，光圈又大，边角画质又强。再看一组主摄的对比，还是颜色风格上两边的差距比较大。那如果我觉得索尼这边的颜色并不好看的话，那在我的审美中 vivo 那边也不比索尼的强。中心解析力方面，两边的光学分辨率是差不多的，但是 vivo 那边也许是由于锐化的原因，或者是颜色分层过于复杂字体好像还没有索尼这边清晰呢。不过边角画质方面嘛，依然是 vivo 的更胜一筹。vivo 的主摄是有高清模式的5000万像素，索尼的主摄就是1200万像素了。那么在 vivo 的高清模式加持下，解析力确实是比索尼那边要强。下面再说超广角从硬件参数上看，还是 vivo 那边更占优势感光器面积它更大，原生像素它更高，视角也是它更广。从实拍对比上看，颜色的差距还是最大的，然后还有就是视角的差距 ，vivo 的视角更广具体视角差距如图所示，这个红边就是索尼拍不到的范围。上回有人说索尼的成像风格有点像胶片的色彩确实，相对于 vivo 那边来说它的色彩有点像当年的柯达 Ultra Max 这个胶片，就是叫柯达全能我不知道现在看的朋友有谁用过这个胶片。在解析力方面，由于索尼的超广角视角更窄，它的物体拍摄的更大，所以显得更清晰比如说地下的草。其实两台超广角的解析力都挺不错。边角画质方面，两边都有下降vivo 的还是稍微好一点。再看一组超广角的对比，这组索尼的颜色就没有之前看着那么深沉了有点惨白。vivo 那边还是翠绿翠绿的。在中心解析力方面跟前面一样由于索尼的视角窄，它的景物拍得更大，看起来是它更清晰。边角画质方面，两边还是都有下降，但依然是 vivo 的看着更好一点。vivo 的超广角是有高清模式的4800万像素，只不过高清模式的解析力跟索尼比起来也没有强出太多再说微距拍摄一开始我以为这两台手机都是超广角拍摄微距最好，但其实索尼呢是主摄拍微距最好。现在看到的照片，索尼这边都是用主摄拍的，可以看到索尼这边主摄拍的微距景深更浅但如果说微距的效果更好的话，还是 vivo 这边超广角拍得更好，它的放大比更大也更适合拍近处的物体。下面再说中长焦镜头，索尼这边的中焦跟长焦就是一颗镜头，一颗光学变焦镜头，这也是它的卖点。它是从 3.5 倍变焦到 5.2 倍。那 vivo 的中焦镜头跟长焦镜头都是定焦镜头了，中焦是2倍的长焦是5倍。那先看对焦速度的表现，索尼的 3.5 倍跟 5.2 倍是一颗镜头，那么它的对焦效果还是不错的现在是 3.5 倍焦段的对焦效果。现在看到的是 5.2 倍的对焦效果同样的跟 3.5 倍一样对焦效果都不错，就是防抖稍微的有点晃vivo 的2倍中焦对焦效果也是挺好的，就是偶尔会出现乱切镜头的情况，几率很低。在5倍镜头的对焦测试中，就会出现频繁的乱切镜头情况了。那么在近距离对焦的时候，就会切换到主摄或者2倍镜头来拍摄了。那这时候画面就会有损失，毕竟是数码变焦嘛。对比样片呢，咱们先从2倍开始对比。2倍索尼这边就是主摄的数码变焦了 ，vivo 那边是2倍的定焦光学镜头。在解析力方面是2倍的光学镜头的更好，也就是 vivo 的更好。再看 3.5 倍的对比，索尼的 3.5 倍就是光学焦段了vivo 的 3.5 倍是2倍镜头的数码变焦。但是在解析力方面，依然还是数码变焦的 vivo 更强。那就再看一组 3.5 倍的对比在解析力方面，依然还是数码变焦的 vivo 更强。那么也就是说，索尼的这颗光学变焦镜头 3.5 倍端的解析力不太好那再看5倍焦段的对比，索尼这边是 5.2 倍vivo 那边正好是5倍。在解析力方面，依然是5倍的 vivo 更强。其实 vivo 的5倍是800万像素像素还比索尼那边少，索尼是1200万的。对比了很多组结果都是这样。索尼的这颗光学变焦镜头在解析力方面做的不是很好是打不过 vivo 的定焦镜头的其实这点呢也挺符合镜头的光学规律的，就是变焦镜头在解析力方面确实很难跟定焦镜头抗衡。再说人像拍摄之前已经说过了，索尼拍摄人像它只能用散景功能，它并没有专门的人像模式，而 vivo 拍摄人像是强项它的人像拍摄效果非常好。从这几组对比中，你就可以看出来，虽然说索尼那边做的已经非常不错了，但是 vivo 那边就好像有一个专门的修图师给你精修每张人像照片似的，那么最终的效果确实还是 vivo 的人像更好一点。
但不得不说啊，索尼那边的人像效果已经很不错了。下面看抓拍的对比，因为索尼的手机抓拍是很厉害的。那么拍摄方式呢，就是朵朵的手从上面落下来，当落到一半的时候，我按下快门，看看有几张能把手臂定在半空中。那现在看到的就是索尼拍摄的啊，这手基本上都能定在半空中，虽然说有些是虚的，那是因为快门速度的问题啊，但是抓拍能力确实非常厉害。现在就是 vivo 拍摄的效果，除了有几张啊手臂没有完全落下来，其他的手臂都已经完全落下来了。那么抓拍效果上呢，确实是没有索尼的强。不过 vivo 的手机也可以提高抓拍的成功率啊，只要把自动 HDR 关了就可以。只不过它的默认设置是开启的，所以我们测试的时候也是打开的。下面说直出扩张度的对比啊，从前面的样片我估计有些朋友已经看出来了，在这方面肯定是 vivo 的更强一些啊。在这些大光比的场景中，尤其是暗部细节，都是 vivo 的表现更出色。索尼强调的是抓拍，那么它的 HDR 处理速度就得越快越好。那 vivo 这边呢，是强调的是每一张照片都要极力还原更多的细节啊，所以它的抓拍性能也没有索尼强，这个就是取舍的问题。下面说夜景的表现，那之前呢已经详细的讲过这两台手机在夜景上的表现了。vivo 的夜景表现是非常强劲的啊，我估计索尼在这方面是很难和它抗衡的。不过在这种大光比的场景下啊，亮部细节索尼的表现还不错啊，只不过暗部的细节确实是 vivo 的更好。那来到了亮度更暗的路上，索尼的主摄表现还不错啊，跟 vivo 差不多，但是超广角就拉开差距了，细节的呈现明显是 vivo 那边更好，而且索尼的眩光也比 vivo 大。那女流氓小巷场景就得打开夜景模式了，索尼是没有夜景模式的。那 vivo 的优势比较明显啊，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都是 vivo 的细节更多。祖传神速场景也不会出现反转，细节呈现绝对是 vivo 的强啊，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都是这样。祖传神速 Pro 场景就更没有悬念了，肯定都是 vivo 的强啊。视频录制方面，之前的节目已经介绍过索尼的电影大师跟视频大师这两个 app 了。那这回呢就不细说了，咱们就看两台手机默认模式下的录制表现。那现在看到的是主摄啊白天走路的防抖表现，色彩跟拍照一样啊，索尼那边还是比较沉稳 ，vivo 那边翠绿的啊，很鲜艳，防抖和清晰度两边都挺优秀。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跟主摄一样啊，颜色我还是更喜欢索尼一些，防抖跟清晰度两边都是很不错的。2倍录像的表现 ，vivo 那边是光学镜头啊，索尼这边是主摄的数码变焦，在解析力方面 vivo 的效果更好。3.5倍的录像，虽然说索尼那边也是光学镜头，但是成像还是有点肉啊。5倍的表现跟3.5倍一样啊，清晰度还是 vivo 的更好，而且防抖也是 vivo 的好。夜晚录像的表现现在是主摄啊，索尼那边防抖是真不错 ，vivo 那边的解析力更高啊，细节更多，但是更晃。超广角的表现，索尼那边防抖也是非常不错的，就是细节展现没有 vivo 那边高。vivo 的超广角在夜晚的防抖比主摄强。女流氓小巷这个录像最暗的场景，索尼的表现就明显没有 vivo 强了啊 ，vivo 在这个场景的表现真的非常好。超广角的表现就谁也甭说谁了啊，都不可用。工业设计方面，我个人是很喜欢索尼的，它的做工拿在手里非常的精致啊，手感也不错。vivo 的做工呢也没什么毛病，就是相对索尼来说显得稍微有点廉价。手机的个头一看就是索尼的更小一些，厚度方面也是索尼的更薄。别看索尼的手机看起来更方正啊，但是握持手感是没问题的，它每一个锐角都做了圆滑处理。屏幕方面这次索尼做的不错啊，之前的索尼 4K 屏幕在户外看的时候有点费劲，因为它亮度不够嘛。这代的索尼屏幕解决了这个问题啊，户外使用没有什么压力。vivo 的旗舰手机一直用的都是三星的好屏幕啊，所以也不用担心有什么问题。处理器性能方面，两台手机是比较接近的，因为处理器都一样嘛。最新的骁龙8平台，那具体的游戏跑分、发热、续航啊，聊这样的节目已经非常多了。我们是聊影像的节目，那下面我们就来总结一下这两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这两台手机在影像上的表现都很厉害啊，但厉害的方向是不同的。索尼 Xperia One Mark IV 可谓是操作上的王者，可以让您在摄影时体验到非常棒的人机沟通。而 vivo X80 Pro 的优势是画质，它的画质跟光学素质在如今的手机里可谓是1等1的好，这点可以从主摄还有超广角的边角画质上就能看出来，还有优秀的直出扩张度表现，以及极致的人像还有夜景的表现。但是摄影肯定得先去拍摄才有照片啊，操作好的设备可以让您更有拍照的欲望，让您对摄影更有热情。那这点索尼的手机做的是非常好的，而且领先其他品牌的手机非常多。
哎，要是这2台手机的优点能合二为一就好了。看完上面内容呢，希望可以在选择方面给您一些小帮助啊，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哦，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